各位好久不见啊，我们已经2周没做节目了啊。本来呢上个月呢是春节放假，我们也是趁机休息了1周啊。结果我这个理工男呢，越休息身体越容易出问题。就在春节期间休息的日子里啊，又感染了感冒。这感冒呢主要有2个症状，第一个症状呢就是发低烧，每天呢37、8度啊，倒也不是特别高。第二个就是咳嗽。咳嗽呢，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变得更严重。一躺在床上，咳嗽就非常严重啊，导致睡不着觉，整夜的咳嗽，每天大概只能睡2、3个小时，无比痛苦啊。所以原本上周的应该是恢复节目了，假期已经结束了嘛。但是我这个身体咳嗽变本加厉，所以呢，就上个礼拜基本上就是跑医院开药，然后回来呢，每天就是在这个身体恢复的过程中间无比痛苦啊。那么到今天为止我就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无论如何都得恢复了。为什么呢？第一个，大家都知道陈光诚不是把我起诉了吗？要索赔3.3亿日元呢。这3.3亿日元相当于1600万人民币，220万美金呢。那如果他官司打赢了我估计我们这些年挣的所有的钱加起来都不一定归还陈光诚的。那我得干呢。那万一陈光诚人打赢了呢？我也不能跑，我能跑到哪儿去对不对？那我现在就得努力工作，挣钱，为陈光诚预先打工。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人你可以看到了吗？操劳命。你如果要是努力工作，好像身体还行，一休息这身体就往往出问题。所以我也想通过努力的重新工作，让我的身体恢复健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休息期间世界不太平，大事不断，搞得我休息期间、生病期间也心神不宁。每天一打开推特，一打开这个新闻，就看了全世界这个各地乱七八糟的。如果不出来说几句我们的观众也都不答应所以呢，我们今天挣扎着走到了演播室来给大家录节目但大家可以听一下，我现在这身体还没有完全好，鼻音还是特别重，所以录节目的过程中间也有可能出状况，比如说打喷嚏流鼻涕突然咳嗽我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大家一定要担待我现在相当于也是带病工作那我们今天做节目做什么选题呢？不用我说，我估计有人都能猜得出来，我们要做伊朗。A short time ago,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began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in Iran. Our objective is to defend the American people by eliminating imminent threats from the Iranian regime, a vicious group of very hard, terrible people. 哈梅内伊被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联手给干掉了，斩首大新闻呢。事情发生在2月28号星期六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哈梅内伊就在这伊朗他最高领袖的官邸里头召开秘密的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他们的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据说还有从这个瑞士回来参加谈判的这个代表哈梅内伊要正在跟他们商量跟美国最终的谈判策略。就在这个时候，有30枚精确制导炸弹呼啸而来，把整个哈梅内伊他这个官邸整个给报销了。据说参加会议的高级官员，包括国防部长包括总参谋长一起都报销了，死了40个人，包括哈梅内伊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据说都有可能将来成为接班人的也给报销了。女儿、女婿还有孙子、孙女好像一同也都给报销了。应该说特朗普这次的军事行动搞得是非常的成功，在战术上整个行动叫什么来着？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artners have launched Operation Epic Fury. 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他把这个哈梅内伊炸死之后没多久，特朗普就出来讲话了。 Just now was announced that we knocked out 9 ships plus their naval building, all in a matter of literally minutes. Iran's formerly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Khamenei, is dead. 结果呢，这个时候伊朗出来否认伊朗说没有，我们哈梅内伊人家安全着呢，早就转移到了一个安全地点结果呢，这伊朗一否认呢，就把胡锡进给误导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有他们的总统都是安全的。哈梅内伊是美国和以色列空袭的首要目标，他的安全呢，给伊朗社会的稳定提供了一个支撑点。以色列方面呢，声称炸死了伊朗的陆军参谋长，但是伊朗呢，后来很快表示
那位叫哈塔米的参谋长他还活着，并且在指挥战斗。胡锡进大家都知道，那他是《环球时报》的前主编啊，认为自己是国际观察的一个敏锐的评论员呢。结果他就出来说，他说你看到了吗？美国说把哈梅内伊炸死了，人家伊朗说了哈梅内伊安全着呢，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因为现在啊，美国和以色列他们呢与伊朗不仅在打热战啊，激烈的热战，而且呢他们还在打舆论战。那么美国就希望通过制造这种心理上的压迫，让这个伊朗啊自己啊先溃败起来了啊。如果哈梅内伊他能够露面，将带来更大的鼓舞，那对美国的信心将是一个冲击。结果没想到啊，到3月1号凌晨的时候啊，这伊朗电视台就承认了啊，播音员我看哭着出来说。رهبر و امام مسلمین حضرت آیت الله العظما سید علی حسینی خامنه ای در راه سربلندی حر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شهد گوارای شهادت را نوشیدند و به ملکوت اعلی پیوستند。哎呀，我们的最高领袖，久经考验的伊斯兰的革命战士，这个哈梅内伊同志啊，殉职了。就在开会的过程中间殉职了吗？这胡锡进一看麻烦了，是不是？那人家伊朗都承认这个哈梅内伊殉职了，他就出来说了，他说你看，哈梅内伊的死讯呢，对局势会形成冲击。他首先证明了伊朗呢已经被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渗透成筛子了啊，那种渗透无处不在。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战争过程中间，他竟然连哈梅内伊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了。所以你看到了吧？哈梅内伊4死4活，胡锡进呢都有话说啊。那么应该说啊，美国和以色列啊这次把哈梅内伊拿下啊，应该说是做了精心的准备。这个准备啊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大家都知道，去年啊夏天的时候，那以色列、美国对伊朗曾经做过一次打击，那次打击不叫午夜重锤吗？那次打击的目标啊，主要集中在伊朗的一些核设施，因为当时美国获得的情报显示啊，就伊朗的浓缩铀这个技术啊，已经跨过了门槛儿。如果再不搞的话，伊朗马上就可以自己生产核武器了。就在这个档口，美国跟以色列决定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精确打击，把它的浓缩铀的那个装置啊，用那个钻地炸弹给它直接炸掉，然后把它地面的一些核设施直接干掉。当时这一轮打击之后啊，据说是对伊朗的核设施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打击。Tonight I can report to the world that the strikes wer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success. Iran's key nuclear enrichment facilities have been completely and totally obliterated. 但是呢，当时对伊朗那个政府系统内部主要打击了他一些这个军队系统的领导人，政府系统的领导人没怎么打击。当然哈梅内伊当时也躲到地堡里头了，他躲到一个非常深的地堡啊，据说电梯下去都要5分钟。但是特朗普当时就说了啊，其实我们当时已经知道了哈梅内伊躲在什么地方，他躲的那个地方我们其实也可以把他炸死，没忍心炸死他，把他从一种羞辱式的那种死亡过程中间挽救回来了。特朗普咱也不知道是虚张声势啊，还是说就是拿这种方式啊来吓唬这个哈梅内伊啊。然后紧随其后，大家都知道今年1月份啊，伊朗内部乱起来了，因为通货膨胀啊，老百姓民不聊生，上街就开始游行啊、示威啊，就发生了骚乱。结果哈梅内伊呢一声令下，开始疯狂的镇压，格杀无论的，据说杀了几万人。那个时候就有人呼吁说，美国你赶紧干预啊！这个时候把这哈梅内伊干掉，那伊朗老百姓正好上街游行呢，那颠覆了这神权政府，那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吗？但那个时候呢，好像美国没打。但那个时候美国呢就开始从2月份的时候开始往波斯湾调兵，有2艘航空母舰，一艘是大名鼎鼎的福特号，另外一艘呢是林肯号。但是这个福特号调兵的过程中间，福特号的厕所出了问题啊，说那个厕所中间采用了一个串联系统，说一个厕所出问题啊，其他的厕所都出问题，结果导致福特号的这些官兵们啊上不了厕所，排长队，结果这就把胡锡进给误导了。当时国内的很多报道都说，瞧瞧，美国这福特号跟中国的航母没法比，你看连厕所问题都不解决不了，结果中间半途开始停靠的其他的港口了吗？解决这些美国大兵的这个拉屎问题、尿尿问题啊。很多人当时就猜测，美国这些
航母到了这个波斯湾也没什么办法。为什么？因为你想想，你厕所都搞不好，你还打人伊朗呢？但是美军当时调兵遣将，实际上是在进行极限施压。所谓极限施压，就是美国当时就提出来了，虽然去年炸了你的核设施，但是那只是炸你啊，我们现在还是要跟你谈关于核设施的未来安排问题。你要不服，我这边军队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对你进行打击。那么于是乎呢，美国跟伊朗啊就在阿曼的斡旋之下开始展开了外交谈判。那么美国派的是特朗普自己的女婿啊，伊朗这边呢派的是他的外交部长。那么再加上阿曼的这个代表呢，就在瑞士这个地方开始搞谈判。那么这次谈判应该说伊朗啊有点怂了，他可能被美国和以色列去年给收拾怕了啊。那么这次啊，这个伊朗提出来的条件是什么呢？一个是我的浓缩铀的浓度可以降到 3.67% 以下。那 3.67% 以下，这浓缩铀是肯定做不了原子弹的啊。那基本上你可以搞点核方面的试验，这个是有可能，但是原子弹是完全做不了的。第二个呢，他就说可以开放自己的核设施，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来核查。他此前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是坚决不让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第三个，他甚至说了，把现在伊朗国内的浓缩铀啊的一半运到国外去保存，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自己只保留一半。这一半的浓缩铀呢，他们自己啊，他们可能想做点什么科学实验啊，等等啊。应该说这个条件是此前伊朗在历次谈判过程中间从来没有退缩到的那个立场。但这个时候啊，此一时彼一时啊，美国的要价也高了。美国说你这不行啊，美国现在的条件是什么呢？拆除伊朗境内所有的浓缩铀的设施。那当时福尔曼那不炸他们吗？那在地下咱也不知道有没有彻底炸光，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你所有的浓缩铀的设施通通都必须拆光，不能保留。第二，你所有的浓缩铀全部都得运到境外去保留去，你自己伊朗内部不得再保留任何的浓缩铀，可以留一点点象征性的，搞一点科学实验，是吧？第三个，永久停止在伊朗境内的所有的浓缩铀的计划和设施。那这个要价就高了啊！那双方呢就一直就在瑞士来谈判，一直谈到了2月26号。2月26号，大家都知道，那伊朗人休息了吗？对吧？这个时候呢，美国的谈判代表回美国，伊朗的谈判代表回伊朗，这个时候要找哈梅内伊去汇报去了啊。结果2月28号这一天，哈梅内伊他不就是开会吗？星期六这一天，全世界都休息，他上班呢啊。那么很多人都奇怪说，哈梅内伊啊，你作为伊朗的这个最高的领袖啊，你怎么能够在一个斩首行动中间轻易的就被美国给干掉呢？就这里头啊，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在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头啊，确确实实对伊朗啊这情报渗透做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据最近几天《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的报道啊，这么以色列的这些情报机构已经绘制出来了哈梅内伊的生活轨迹图。所谓生活轨迹图，就有点类似于马杜罗那当时啊，你每天几点起床啊？你吃什么呀？然后你怎么活动啊？在哪儿开会啊？等等，就这些生活轨迹图啊，已经在以色列的情报部门的控制之下。同时，美国的 CIA 啊，那也全天候的在监督着这哈梅内伊。我高度怀疑啊，这哈梅内伊啊，实际上他那个最高领袖的官邸啊，已经被装了窃听器，已经被装了摄像头，所以他实际上就高度的就被美国和以色列啊完全透明化了。那么这次我看的媒体报道了吗？说这哈梅内伊啊，当时在去年5月重锤之后，他不躲在那个地堡里头了吗？躲在地堡里头，他每天惶惶不可终日啊。然后呢，他这个当时啊，说他不放心周围的人，他看谁啊都像是以色列的间谍啊。所以他那些高级官员要见他啊，他是蒙着双眼，坐着电梯5分钟才能下到他地堡底下去跟他见面。见面完了之后，再把眼睛一蒙，再送回去，送到地面之后，送到瑞士去谈判。你想想，他防的是自己周边的人呢，但殊不知，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已经被美国和以色列人家早已经完全掌握了他的行动计划。那你想想，他平时一直都在地堡里生活啊，接见自己的军事将领啊，他为什么在2月28号这一天早晨的时候要在地面上开会呢？那么现在就有人分析了，说美国过去的一段时间跟伊朗的谈判呢，可能不是真心跟伊朗谈判，
因为真心跟伊朗谈判啊，因为伊朗现在都怂了，那不说了吗？浓缩铀都已经3.67以下了，一半的运到国外去，就即便他现在没有完全答应美国的条件啊，那美国现在是极限施压，伊朗也有可能最后按照美国的方案来谈下来。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直接把哈梅内伊炸死呢？所以有人高度怀疑，美国这一次跟这个伊朗的谈判其实就是一个引蛇出洞计划。所谓引蛇出洞啊，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跟你在瑞士谈呢，双方释放了善意啊，你拿一个方案，我拿一个方案，谈的光气氛肯定还挺友好的。我估计特朗普的女婿肯定跟他拍着肩膀说，没事儿，你只要答应了没关系。结果这个信息误导了哈梅内伊，哈梅内伊以为美国都跟他谈判了，这两个年轻人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我69岁的老同志。结果他可能是麻痹了自己，美国的这个信息麻痹了他，所以在星期六上午一上班的时候，9点多钟的时候，他这一天安排了3场会议。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啊，原本是准备在2月28号的晚上开始发动袭击，因为一开始据说是哈梅内伊的军事会议都安排在晚上，所以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准备也再次斩首这个哈梅内伊。结果哈梅内伊呢，把这个会议啊就改成了早上，还约了自己的什么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都来他那儿开会。所以以色列和美国就联手准备把这3场会议中间的2场直接给干掉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以色列的分工啊也特别明确。以色列呢，它这个 F-35啊，首先是对伊朗上空的雷达设施进行压制，电子战啊，压制之后，那伊朗的防空体系啊，就基本成哑巴、成瞎子了啊。有人说是伊朗是从中国进的，咱们也不知道啊，是不是中国进的。总而言之，这伊朗上空的整个雷达体系就被封锁了。然后美国这边呢，开始出动自己的30枚精确制造的炸弹，呼啸而来，就把整个哈梅内伊的最高领袖的官邸啊给报销了。那么这个报销的过程中，哈梅内伊啊就直接给炸死了。说以色列的特工厉害呀，据说以色列这个特工就在现场，哈梅内伊遗体啊被从这个废墟中间抬出来啊，以色列的特工自己拍摄了视频，拍完之后传给了以色列，然后以色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特朗普，于是特朗普才在社交网上宣布哈梅内伊已经被干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只有胡锡进不信的，所以胡锡进还没说呢，是不是？他说哈梅内伊安全的呢，情绪相当稳定，确实挺稳定的。你想想，那不都已经被炸死了吗？那么整个美国这次的这个愤怒史诗计划大致过程就是如此啊。那么接下来我来讲一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首先第一点，就我说了，美国和以色列这次联手的斩首行动在军事上或者说在战术上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精心准备了半年。你想想在现代战争过程中间你直接敲掉一个国家的元首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伊朗这个国家也不是小国也不是马杜罗对不对？马杜罗你想想，那委内瑞拉离美国近，同时这个国家本身呢，它这个防御水平也低所以直接就给抓走了。伊朗是个大国8000万人口还有共和国卫队跟以色列硬刚这么多年，人地堡都修得那么深，对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仍然能够拿到这么精确的情报，做到准确无误的把这个哈梅内伊包括他的那些这个高级将领政府官员一起送上了西天，真的是非常了不起。这个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在目前的国际范围内应该说是没有对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美国这次打击哈梅内伊、打击伊朗它到底是一种预防性打击还是一种选择性打击呢？美国一直宣称它这次打击伊朗就是预防性打击。为什么预防性打击？就是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永远都不可以。特朗普自己不是在演讲中间就讲了吗？ It has always been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my administration, that this terrorist regime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ll say it again. They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为什么打击伊朗就是因为伊朗你搞核计划，你搞核设施所以我要打击你你这种国家，邪恶国家，你是绝对不可以搞核计划的。
你要搞成了，那我就要打击你，这是美国的理由啊。所以它就叫预防性打击。但是我觉得这个理由是比较牵强的，为什么呢？因为去年的5月重锤计划，你要说它是预防性打击，我觉得理由很充分。因为当时的情报系统显示啊，伊朗的浓缩铀已经搞了几十公斤了，而且已经越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虽然原子弹不行，但是脏弹已经可以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啊，确确实实属于预防性阻止的这种打击计划。如果这个时候不干预，伊朗真有可能就迈过了有核国家的门槛，可以自己生产原子弹了。但是这一次2月份打击啊，在我看来啊，理由就牵强了。为什么呢？因为去年那一波打击啊，据以色列自己评估，给以色列已经赢得了差不多50年的和平。那核设施基本上给干掉了，包括真主党那些领导人，包括伊朗的很多军队的将领都动态清零了吗？对不对？但这次你想想，你的核设施虽然说没有被彻底毁掉，但是也毁得七七八八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显而易见已经没有能力在近期之内再制造原子弹了。那么美国这个时候再打它，显然不是说是预防性打击，这是选择性打击。当然这也不是我的观点，纽约时报就是这么认为的。什么叫选择性打击啊？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时候打击伊朗对自己的战略目标最有利，或者说我打击你这个时候付出的成本最多，收益最大。那你比如说，你如果要是预防性打击，你怎么不打击金三胖啊？那朝鲜应该说可能比伊朗更邪恶吧？然后呢，他当时不是一直搞核武器，你怎么没打击呢？那有人就说了，那人朝鲜人家真有核武器了，那不能乱打，对吧？你乱打的话，那朝鲜给你往美国扔原子弹，你受得了吗？往日本扔原子弹，你受得了吗？对不对？所以美国现在打击伊朗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现在伊朗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真正对美国和以色列有威胁的反击。当然伊朗这2天也在反击啊，当然他的反击不光打以色列，是吧？打美国的军事基地，还袭击那阿联酋。那阿联酋不是有个7星级宾馆吗？那中了一颗这个伊朗的导弹，所以导致了他的评分从7星级酒店一下降为了1星级。很多他的顾客都说了啊，因为这个阿联酋的酒店没有反导系统，导致这个伊朗导弹就直接炸到他们那个大楼那儿了。那很多人害怕呀，所以就把他那个酒店的评级从7星一下降到了1星。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伊朗这几天也在反扑啊，但是他反扑的力度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弱了。所以对美国来说，这个时候打击伊朗啊，实际上就是他付出的成本最小，而获得的收益最大，并不是说是为了所谓的预防性打击。而且特朗普呢，不也在这呼吁这伊朗人民们，你赶紧起来，接管你们政府，这是你们几代人所拥有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次美国打击伊朗啊，并不是出于核计划的原因，而是有更深更广的战略背景和战略目标。那么第3个方面啊，这哈梅内伊这次被斩首啊，应该说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弹冠相庆。那么我看那英国的街头啊，犹太人跟伊朗人一起上街欢呼啊，说那你想想这不太正常是不是？那就是说以色列人欢呼那是很容易想象的，对不对？那哈梅内伊这么多年在中东一直支持真主党，给美国人造成了非常大的安全威胁。那现在他终于死了，对吧？那以色列人肯定高兴，很多伊朗人也高兴。因为哈梅内伊这个人呢，确确实实啊，这个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像黑社会的头子，有点像本拉登嘛，对不对？你看那个老雷，德国的老雷啊，一贯是反对川普的，但是川普现在把这个哈梅内伊给炸死了，老雷激动了，还喝酒了，喝高了。我有点说不出口，就是川普，我讨厌的川普。大家知道我在大部分问题上坚决反对那个人，对不对？但是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我竟然支持他使用武力。他这个人平时好像都不喝酒，你看喝高了之后还出来支持川普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梅内伊这个人人神共愤的。那哈梅内伊为什么会人神共愤呢？我们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背景。他其实是伊朗啊极端神权体系过程中间的一个核心代表。他出生在1939年，据说4岁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念古兰经了，然后呢在10几岁的时候啊，曾经短暂的到过伊拉克学过神学啊，回来之后他就师从霍梅尼开始学习古兰经。那霍梅尼大家都知道，当年是伊朗的什叶派的宗教领袖啊，在巴勒维王朝的时候呢，
就备受迫害，最后呢就流亡到法国巴黎了啊。他流亡到法国巴黎之后，国内实际上有一批死忠粉，就是他的追随者，这中间这个哈梅内伊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据他自己讲啊，他后来在10几年的时间里头被反复逮捕了7次，关在牢房里，一共关了3年，但是跟巴列维干呢。那后来在1979年的时候呢，巴列维不是被推翻了吗？霍梅尼从巴黎回到了伊朗，那么伊斯兰革命就成功了。成功之后呢，那霍梅尼呢就任命哈梅内伊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成员。1981年的时候啊，那么当时这个哈梅内伊搞一次活动的时候，还差点给炸死了，自杀呀！因为这放在那个录音机里头放了一个炸弹，在他面前咣就炸了，炸了之后炸成重伤，送到医院里头，好不容易抢救过来了啊！抢救过来之后，他的右臂终身就没有感觉了。然后呢，他自己就说了，他说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宗教人士来讲啊，他有大脑和一个舌头就够了，大脑可以用来思考，舌头可以用来鼓动老百姓啊。那么后来呢，1981年的时候呢，他当选了伊朗的总统。伊朗这个体系中间啊，总统呢权力不是特别大，但是他通过总统呢，也跟国际社会有一些交往啊，访问过朝鲜，还去过美国参加过一次联合国的会议啊。但是后来1989年，霍梅尼不是就去世了吗？去世之后，他当选了伊朗的宗教最高领袖。在伊朗的体系中间，这个宗教最高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从那一天开始，他统治了伊朗37年，直到今天。那么这个哈梅内伊啊，应该说他在这个内政外交上，他完全继承了霍梅尼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宗教的政策啊。对内他镇压库尔德人，然后对妇女的权利啊开始大肆打压，对异教徒呢毫不客气啊。对外呢，他呢跟美国跟以色列干，然后呢，他其实做出来的一个最不理智的行动啊，就是开始搞核计划，他想成为拥有一个有核国家。那么呢，他在国际上啊，他虽然说也跟中国跟俄罗斯啊搞好关系啊，但是他又不认中国和俄罗斯大哥，他自己一直想当大哥，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间就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绞杀。这些年你想想，他因为有石油卖不出去啊，所以国家民不聊生啊。这几十年应该说伊朗这个神权体系成为了整个中东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所以啊，应该说在他身上啊血债累累。他被干掉了之后，我看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弹冠相敬啊。澳大利亚有一个女主播，那说着说着兴奋了。 All I have to say is that after 47 years of Islamist tyranny, the dictator is dead and Iran is on the verge of being liberated.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this day in my lifetime. And I just want to conclude this editorial with this message to the late Supreme Leader. پدر سگ خاک به سرت بسوز تو جهنم. 那你想想这个人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啊！80多岁，终于呢，这种方式啊，上了西天，咱也不知道那个西天里还有没有72个在等着他啊。那么哈梅内伊被打死了之后，这件事情啊，对整个中东的局势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现在这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了，因为美国这次啊斩首哈梅内伊啊，也包括以色列啊，最近几天还在对伊朗境内的大规模的目标开始进行轰炸啊，已经完全占领了这个伊朗的领空。那么以色列跟美国这次分工就是如此啊，以色列负责压制整个伊朗的天空的这样的一个雷达系统，然后对高价值的军事目标开始动态清零，你上来一个我搞死你一个，上来一个搞死你一个。然后美国呢就对那种大的战略性的目标进行打击。我觉得美国跟这个以色列这次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啊，就是要把伊朗这个极端的势力啊，通过这种空中打击不进行地面战争的方式把它干掉。哈梅内伊干掉了，你其他人还是宗教极端势力我也干掉。目标呢是希望伊朗啊能够产生新的相对比较温和的人继续来当这个领导人，然后跟美国呢跟这个以色列来谈判，然后最终呢签署一个终极版的和平协议。最新的消息我看啊，伊朗已经说出来了，要跟美国恢复核谈判了。我估计美国开出来的条件他们就都能答应了啊。但是最为关键的是什么人可以继承哈梅内伊的权利，现在还不明朗。而且能不能按照美国和以色列的那个计划，由一个温和派相对温和的领导人啊来继承这个最高领袖，现在也不太清楚。
那么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应该说即便炸死了哈梅内伊，那么伊朗这个神权体制如果不解体的话啊，那么其实这个国家它无论对自己或者对整个中东来说啊，实际上它的那个危害啊，可能短期之内也不会拆除。那么紧接着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美国这次出兵这个伊朗啊，直接轰炸伊朗，炸死哈梅内伊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种行为？因为哈梅内伊被炸死了，大家都弹冠心庆嘛，大家都欢欣鼓舞嘛。但是你毕竟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啊，而且我不是一开始讲了吗？哈梅内伊他之所以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实际上我觉得他的教训有二：第一，他自己没有认一个真正的大哥，这大哥你要么你抱俄罗斯，那要么你抱中国，当然抱中国不太可靠啊，中国一般来说不会直接替你出面去你打仗的啊。过去抱前苏联、抱俄罗斯还是有可能的，苏联也真的敢去打啊，当然现在也没这能力了啊。第二个，他的这个失误就是没有快速的拥有核武器。为什么朝鲜美国不敢打了？朝鲜就正相反啊，朝鲜有2个大哥啊，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啊。那么美国要打朝鲜的话，你就得掂量掂量啊，你敢不敢跟中国和俄罗斯硬刚啊？第二个就是人朝鲜不知不觉的过程中间，采用欺瞒的手段，已经拥有了核武器。他一开始说我们把它都拆了，没事了，我们已经没有了。结果最后呢，实际上还是悄咪兮兮的，最后把核武器造出来了。那核武器一旦造出来，美国就不敢打了嘛。那这形成的一个样板效应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当流氓的话，你就当一个有核武器的流氓，你可不能当一个没有核武器的流氓。你如果当一个没有核武器的流氓，你就等着被收拾。如果你当了有核武器的流氓，你就谁也不怕了。那这个实际上会导致，凡是那些专制的国家，他会拼命的搞核武器啊，他不会在这个哈梅内伊被炸死的过程中吸取教训，说我们不能搞核武器，而是一定要搞出来，搞出来你就安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流氓国家呀，你就是正常国家，你没有核武器，你也没有公理可言的。你可以看看像乌克兰的，乌克兰当时不是有核武器吗？结果后来呢，自己就听信了俄罗斯、中国还有美国这几个国家的忽悠，结果就把核武器放弃了。结果怎么着？俄罗斯再去侵犯他的时候，谁也不管了。这仗都打了4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它形成的要么效应就是这个世界中间强权即公理。你有了核武器你就安全了，不管你是一个正常国家还是个流氓国家，你没有核武器你就只有挨打的份儿。那你说说，这样的一个国际的游戏规则，它真的是会给人一种更大的安全感吗？不一定啊。所以啊，在我看来啊，就是美国这次对哈梅内伊成功的斩首啊，无论对这个国家而言，还是对中东地区而言，甚至对整个国际秩序而言啊，可能啊短期效应啊是足够的利多，但长期来讲还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啊。到底是对世界和平更有利，还是更不利？其实啊，从长远来看，都是值得打一个问号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今天讲话的过程中，竟然一句都没咳嗽，大家给我们节目点个赞，好吧？谢谢大各位。رهبر و امام مسلمین حضرت آیت الله العظما سید علی حسینی خامنه ای شهد گوارای شهادت را نوشیدند و به ملکوت اعلی پیوستند. To the great proud people of Iran, I say tonight that the hour of your freedom is at hand. Stay sheltered, don't leave your home. It's very dangerous outside. Bombs will be dropping everywhere.
shortest editorial I'll ever deliver. All I have to say is that after 47 years of Islamist tyranny, the dictator is dead and Iran is on the verge of being liberated.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this day in my lifetime. And I just want to conclude this editorial with this message to the late Supreme Leader. پدر سگ خاک به سرت بسوز تو جهنم. Grow it.